在英国建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么难呢？如果我告诉你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房主，你相信吗？假如你们家这条街现在它的命运交到了你的手上，你会怎么选择？有趣又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就在迷思英国。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我要再次谈一个引起很多人焦虑的话题，英国的住房危机。作为一个动不动就喜欢危机一下的博主，请各位放心，本期内容呢一定充满着阳光、幸福和希望。近年来，当英国人谈到买房子呢，越来越喜欢用一个词儿——住房危机。这算是杞人忧天，或者是危言耸听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数据：假设你凑齐了100个25到35岁这个年龄段普通收入的英国年轻人，猜一下这当中多少个人有自己的房子？答案是27个，但是在20年前呢是65个人，所以呢这是一个近40%的显著下降。当然不是因为英国的千禧一代当中大部分人对买房这件事情没有兴趣，因为调查显示呢51%，也就是超过一半的人是把买房列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这个比例远远的超过了选择婚姻的27%和选择孩子的19%，只有9%的人表示他们对买房子没有兴趣。这么看来，英国年轻人呢想买房的还是多数，那为什么不买呢？买不起。如果我们在一个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想要拥有一个称之为家的房子扎根下来，这本身呢不是一个不合理的期望，对吧？它理应是一个权利，而不是特权。那它怎么就这么难呢？你或许在之前关于住房危机的那2期节目当中呢了解到答案，或者你本身呢早都已经知道。究其根本是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危机的意愿，大多数政府呢为高房价留下的只是鳄鱼的眼泪，英国也不例外。房地产几乎占英国整体 GDP 的20%，跟英国的经济可以说环环相扣。所以呢，政府在过去几年所做的就是不断的向房地产市场注入资金。那银行呢？银行看起来呢好像是帮助我们买家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贷款。但是不要忘了，房屋贷款的风险呢，它是低于其他类型的贷款。如果出了问题，银行至少会得到这个房子。所以呢，只要这个房价不跌，那对银行它就是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银行愿意借款的人越多呢，买得起房子的人就越多，房价上涨就越快。那大家为了买房要跟银行借的钱就越来越多。那首付不够怎么办呢？不要紧，英国政府的 Help to Buy 帮助购买，还有 Buy to Let 会好心的推你上车，所以需求呢一直远远的超过了供应，不断的推高价格，形成了一个因果作用的恶性循环。那这么看下来，如果政府呢真心想解决英国的住房危机，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呢，就是尽快的建造更多的房子，提高供应，平衡这个需求。可惜的是，英国在这件事情上呢一直拖后腿。2017年的政府白皮书显示，英国每年大概需要建22.5到27.5万套新房，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只有16万套，所以供应呢是严重滞后于这个炙热的需求。我要提醒大家，这是50多年前就开始了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一直到2019年，曙光终于来了。鲍里斯带着他了不起的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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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在那年的换届大选当中呢放下豪言，选我们每年给你们盖30万套住房 and build back better。 他有什么妙计呢？主要是有3个秘密武器。第一个，改革绿化带。我们在之前的住房危机当中解释过，英国呢在城镇规划当中大范围的保留了绿化带这个设计，让土地的利用呢极为有限。现在呢，他希望允许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向外扩张，在郊区的绿地上建造更多的房子。武器2，新的住房算法，通过考虑需求、人口增长和当地的负担能力，利用算法更公平地分配每个地区的年度住房建设目标。武器3，放弃逐案审批。在英国呢，大到盖新房，小到阁楼改造，你都要挨个的走地方议会审批，而且程序极为繁琐，而且是每家每户每个 case 要单独审批。如果现在放弃逐案审批，变成一个区域规划审批的话，你就会大大的缩短开发商项目的时间，重点是会降低风险。这3个秘密武器一出，看来政府终于是找准了要害，于是群情振奋啊，尤其是那些努力想要买房的年轻人。结果鲍里斯带领的保守党在2019年的大选上呢，获得了议会压倒性多数的80个席位。注意啊，这是1979年以来保守党赢得最漂亮的一次选举。This One Nation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has been given a powerful new mandate.
我要提醒各位，在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政府像鲍里斯在2019年那样在选举当中大获全胜，某种程度上呢，意味着呢，这个政府它获得了授权去解决那些棘手但是重要的问题。那在这场历史性的成功选举之后，鲍里斯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当然，让脱欧一锤定音，跟欧盟呢把婚彻底离了，这肯定要算上。那他承诺的1年30万套新房子呢？这个 KPI 呢几乎是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因为在英国，住房危机是一个比脱欧更大的怪物。挡在鲍里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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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雄心壮志面前呢，最大阻碍是英国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郊区的人，而这些人呢，也恰恰是保守党的重要票仓。那鲍里斯的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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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一出，大家呢一开始都表示赞同。你这个计划很好，让年轻的购房者呢更加能买得起房，让英国的社会更加公平平等，很好，支持你盖。而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在我的社区里盖，一砖一瓦都不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not in my backyard 邻避心态。所以呢，一旦真的涉及到自己的地盘呢，很多人就用投票表明了真正的态度。刚刚过去的5月，英国举行了地方议会选举，保守党惨败，甚至失去了40年前撒切尔时代以来一直被称为保守党壁垒的伦敦的旺兹沃兹议会。盖房子这件事就被认为是这次大选失败的一大因素之一。我们谈到了政府、银行跟大开发商之间的合谋。现在我们要顺着为什么鲍里斯的盖房计划遇挫，谈到这个困境当中的另外一个同伙，房主，也就是那些在英国已经买了房子的人。英国的有房一族占了英国人口的2/3，在这个大群体当中呢，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包括我自己认为，地产开发带来的呢是负面效益，几乎没有任何好处。我在英国买房系列当中提过，在英国买房呢，你会经历一个叫做 survey， 就是调查的阶段。你的律师呢会联系地方议会调查你要买的房子它所在的区域的相关信息，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附近在未来有没有开发项目。且不说这个项目开发期间的污染问题，这个区域盖多少房子，盖哪种房子，会直接影响到未来它的房价。那作为房主，谁不希望地广房少绿地多呢？是吧？要说服大家确实是有点难，而且根据英国的法律呢，你只能说服，你不能强迫大家离开，因为大部分的房主拥有的呢，不单单是这个房子，还包括那块地的永久产权。借用英国的一句俗语A British man's home is his castle。 我们在宁住破 house 不买新公寓那期当中呢谈过英国人对于土地的执念，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得一步观看。你有信念，我有执念，你想动手，我不放手。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无解的死局，但现在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新的计划，让我们作为房主可能会很高兴在我们的街道看到新房子盖起来，你是不是既觉得不可思议，又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呢？是谁又出了什么聪明的主意？其实在今年的议会开幕演讲当中呢，首次代替女王出席的查尔斯王子就在概述下一个阶段政府的主要任务的演讲当中透露出了线索。 To strengthen the rights of tenants and ensure better quality, safer home。 它被称为 street vote 街道投票。街道投票是个啥？目前细节呢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完整的法案还没有公布，但它很可能是基于去年2月保守派智库发布的一份名为《强大的郊区》的文件。作为一个房主，同时呢也是诸位了解英国生活跟文化的可靠来源本人认真的浏览了这份长达75页的计划，看完我想说，它还真有点名堂朋友们，让我好好解释一下。街道投票顾名思义，它实质上呢是要赋予英国每一条街道的房主投票和控制所属街道上新开发项目的权利。只是控制建什么吗？当然不止，房主还会从他们街道上建造的新房子当中直接获利，这是重点，让房主成为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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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倡导者，而不是反对者。等会儿我好像还是很难想象，在我们家门口盖房子到底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在伦敦生活过，你会注意到在北部的 New Barnet 还有南部的 Bexley Heath 都是经历过纳粹猛烈轰炸之后，在2战之后仓促建造了一个平房。他们呢就拿 New Barnet 的一条死胡同来举例，里面呢是有26座战后建起来的平房，位置很好，区附近的2个临近地铁站呢差不多都是步行15分钟左右，占地面积也大 1.2 万平方米，但是目前可以使用的建筑面积呢才2500平方米左右，也就是说它才用了总面积的20%。
值。那这边的房价大概是什么价位呢？如果是看 bungalow 的话，目前售价是53万英镑，每平方米土地价格呢大概是6900英镑。那附近一套2居室的公寓呢是每平方6000英镑的价格，带大花园的排屋它的售价呢是每平方6000英镑左右，6000多镑每平方米，在 Enfield 这个行政区呢还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价格。那么现在假设说这片的房主就他们的街道房屋翻新规划投票达成了一致，也就是要最大化的开发可使用面积，比方说利用车道的面积，挖掘那种格鲁吉亚风格的地下室，增加楼层等等，把使用面积从现在的2500平方拓展到21000平方。地还是这块地，但这么一开发之后升值了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算笔账，先看建筑成本，按每平方2700英镑算呢，21000平开发下来就是要5700万英镑。我强调一下啊，这个2700镑一平呢，这个报告它是基于去年2月的成本价，现在呢因为通货膨胀估计已经飙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要了解英国因为通胀带来的生活危机，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节目，我们且先按照这个价钱往下说。接下来呢，假设这个工期是1年，那这整个街道的人都需要搬出去，那么26户家庭1年的总住房成本呢是70万英镑。那么街道改造之后呢，房产的总价值可以从原先的1400万英镑变成1.26亿英镑，刨掉前面的2项成本，增值了5400万英镑。这当中呢，有1000万英镑是以税收的形式要支付给地方议会，剩下的4400万英镑将直接进入房主的口袋。如果我们简单粗暴计算呢，平均每户房主所拥有的这个房产将从原先的53万英镑变成170万英镑。要是我们家这条街搞这个翻新规划，我肯定是举手赞成，完全不介意搬出去住它个1-2年。那你呢？如果你是这条街的房主，你会投赞成票吗？要知道啊，街道投票目前提出来的呢，是指包括整个街道的方方面面，大到我们前面举例子的这种超大型的街道整体改造方案，小到每家每户的后院扩建，房主都有权共同参与投票决定。比方说，有人觉得我们的后院扩建深度不应该限制在3到4米，我觉得6到8米更合理。大家来投票决定，通过了就变成我们这条街的共同规则，而不需要每家每户逐案提交给当地议会来审批。坦白讲啊，挑灯夜读这份报告，读到此处，我实在是兴奋不已啊，恨不得开个直播跟各位分享。自己可以控制自己房子的命运，这个想法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因为我现在呢正在经历我的房子不由我的痛苦。我现在买的呢也是一个永久产权的小 house， 2层，房子占地面积呢还不到我所拥有土地的 20%。 我们家院子还挺大的，但是家里面享用它最多的其实是我家的西高地，它应该算是这附近方圆数里最大的地主。但是掏钱的我呢不是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后院呢纵深是有26米，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划，你可以扩建出去3到4米，最多也只能用到后院面积的 15%， 很不合理，对吧？我确实呢也可以在后院再单独建一个 garden house， 但是目前规定啊，它不能比我们家的占地面积大 50%， 而且这个 garden house 它只能作为办公休闲娱乐的临时用房，人不能真的住在那里。为什么呢？花园的土地就应该被歧视吗？说完花园说阁楼，阁楼的改造现在也是有诸多的限制，但是对于我们街道来说也不太适用，甚至也可以说是不合理。事实上在英国呢，每个街道情况不同，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一个标准套在所有的房子头上，而且它带来资源浪费等等很多的负面效应。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如果将来多添几口人，那你只能搬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土地不够用啊，而是政策的限制。那这就导致这样的街区它可能慢慢留下的可能更多是老人组成的小家庭，年轻的大的家庭在流失，那这个地区它高阶的消费活力也会变弱，对吧？今天呢花了一整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还在孕育当中的街道投票，我觉得它值得聊，是因为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变革性的举措。如果说这个街道投票真的通过了，数据显示呢，它将给英国每年新增11万套住房，而且直接打破了整个英国房地产市场现有的游戏规则，充满无限可能。那各位已经上车的和没上车的，你们怎么看呢？如果是你希望它通过吗？原因是什么？咱们评论区聊。好了，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喜欢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内容。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破解那些英式迷思，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迷思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